真正西洋的冲击在清朝开始，但是顺治朝就开始了，因为明朝的宫廷有吃西洋药的时间，西洋人替皇宫里边的妃子、太监、王子、王孙等等的治他们病，因为这西洋的传教士啊也懂得天文，所以这时候就来了一批是耶稣会来，耶稣会和这个西班牙的传教士，一般的意大利人为主。利玛窦是个意大利人，就不在葡萄传的。利玛窦就到了中国，明朝就到了中国，所以后来一些比葡萄人传的多的消息是利玛窦传进来的。利玛窦开了这个门以后，清朝的朝廷里边，这个钦天监算月的、算日历的，中国的钦天监在宋朝开始就有回历的参进钦天监的参加，来核对我们的传统的天文知识。现在传教士来讲西洋的钦天监的这天文学的知识，这钦天监的这个教士们呢，身边带了些药，最显的功能呢，打摆子、疟疾，还有呢天花。伤风感冒等无所都有，打摆子药一吃就灵。所以啊，这建立了这个声望以后啊，从康熙时代开始啊，康熙好学，人也聪明，他就跟着传教颇有来往，传到他们的问信啊，他们打听消息啊，汤若望啊，这几个人都是很有学的。跟他谈天说地，而且帮他画了大地图，全世界的地图。传教士啊，带着中国的地图学家到全中国去实际亮度尺寸，画了个中国的全方位的现代地图。这意思怎么讲呢？中国以前画地图啊，画像山水画一样画法，山就山，水就水。你要不是从上看下，还从前看，你要换你的位置，很麻。西洋的画法投影法，从天上往下看，这个准确的多，没什么好看觉得，是准确的多。你不必担心山后面怎么转，你画的山前山后如何走。所以这个从其开始之后，逐步就来了许多传教士到中国来了。这一下子从上大家都有人开始学这种，就是开始有人问全世界的知识，有人问各国的情形，这些大多数都在中国的清初的学者那里找到相当多的人物。他们的合作对象就比明朝合作对象有更多的知识，而且他们自己之间传流下去，一代代传流下去。最多的一批学者呢，是阳明学里边的一个支派，原理之学，务实的这些人，还有呢，就是这个顾亭林这人，他们也要知道许多知识。所以这个真正的中国影响在这里发生了。问题是什么呢？中国跟他们颇有来往以后，中国的事情他们定期的天主教的总部啊带消息过去，每年回去的航船就带一批消息。所以中国当时国内的大小情形，到今天你们到教廷的图书馆去找，相当有意思，有相当不少材料。可惜中国人并没有这么多大用它。最后到了清朝晚年的时候，教会都在中国设大学时候，辅仁大学都有人中国人
研究西洋学问，研究西洋传过的，拿中国的知识跟他们讲的当知互相核对，这个是一个双方的街道。在台湾，方豪方先生本身是个神父，他就是这里有一个，他是我的老师，可我没有选中西交通史，我的一个信仰是上古史，他的中西交通史啊是第一次用拉丁文的材料讲中西交通的道路上的事情。台湾有一个人，第一个懂得荷兰的中古文，叫曹永和，一个台大图书馆的一个小职员。我在念书的时候，他是搬书的，我不能搬书嘛，我都写了在柜台签了条子，他把我那图书馆书摆到桌上过来看，慢慢熟了，我懂得晓得，真的。后来是我拿它发掘出来，介绍给我学生界，然后介绍到西洋，我一力支持，拿它变成院士。这一段历史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所以你也可以想见，那个宝库是双向的。中国没这个宝库，他们有这个宝库，那些将来应该有人去看看，因为他们也报告，他们跟中国学者辩论的时候差异在哪里，他们觉得中国哪些地方错了，他们说哪些地方可能对。这个影响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民国年代，瑞典人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后来跟这个协和一起办，研究古人类、古动物的，里头有一个德日进 Teilhard de Chardin， 他倒过来在中国几十年学了，拿他天主教信仰翻过来了。他写了一本说人的现象，我知道国内有翻译本，好坏如果不知道，但一个比较好的是李洪奇翻的。除此之外，我再讲纠纷了。这批传教士，这个唐日旺等等，跟康熙弄得很好，都发生冲突了。传教士来见康熙，不磕头。康熙质问他为什么不磕头？磕头只对上帝磕。后来就发生外交使节来要磕头，康熙干脆愿意磕头的我跟他谈话，不愿意磕头我不让他谈话，这叫大礼纠纷。拿康熙火了，很多人不许再进来。我以前认得的，交了朋友的，我让他们进来，今后不接见，断绝这个他们经常自由进入中国的一个路子，断了很久很久。这一次断绝很可惜，因为已经欧洲进入17世纪了，欧洲的影响开始看见了。这个影响呢，就停止在澳门，有学问人才在那特别去澳门去看，医生也在那训练，天文学也在那看，从他们的拉丁文运来书里看，这就是差得多了。等到这个鸦片战争前夕，魏源写了个《万国图》，这本书啊写得非常好。日本人到后来要从中国买这本书去看世界地理。同样的，等到这个鸦片战争以后，这一批人就和胡相的这个开明的盛世，也是大太平天国打下来之后，参与建国工作的，这帮助他们理解西洋的情绪。到这批人当政之后，中国开始派遣留学生出去，派遣使节出去，派遣使节到欧洲使节到美国使节，都带了一群这个学生。这就不是去当他上学学生，
就等于是一个文化参战一样的收集资料的。为什么清朝要如此对关门？我们要晓得，康永乾三朝做的事情，就是打平三次打蒙古，三征蒙古，一征回部，从东边的蒙古一直打到葱岭，回部准部，整个统一下来了。中国有史以来住在中国本土的皇帝，能够从东到西完全管下来，这个只有元朝跟他，元朝跟清朝。但打这个征蒙古、征草原，这过程为什么花那么大的气力做呢？清初的中国相当有钱，因为外销的进来的白银很多，而这个明朝的税赋制度毛病有一部分改过来了，而且又不负担那么一大堆明朝的负担的中士，当然把其负担。清朝相当富，康永乾三朝相当富，除了像和珅这类贪污贪掉以外，一大部分经费是打草原的帝国。这个缘故是满清起家是建州卫里边的一个女真民族，叫满族，他们祖先是蒙古的一个属部。这个人他们认为他老家是草原，他觉得征服了汉地不够，我要回到我自己本来的领土上去。那我本来领土置于一个皇朝之下，原因草原上破破碎碎，被蒙古余部在西方的封作汉国，封到玉门关为止，东边的零零碎碎，到后来屈服于满洲，所以大概到察哈尔为止啊，都是本来满洲进入中国的时候，他们已经跟满洲联军了，但察哈尔以西啊没有，他要从那打起，一路打过去，用了汉家的钱粮，牺牲的是满洲的八旗。这个一个大事情打完了，精疲力竭，还要打大小金川，乾隆要10大武功，这些耗费不得了。耗费之外有一个特别的意义，满洲他心目之中，他是一个开天辟地来最大的草原汉地统一在一起大帝国。它不是合在一个系统下，我是深化两边。以前匈奴想做没做成功，五胡乱华说每一个五胡的小国都认为自己大可汗，说康永乾三朝做出这个双轨的两个都的双中心的帝国，两元的帝国，汉地的帝国和草原的帝国。草原帝国的首都在热河，在这个今天的承德；汉地的首都在大都北京。踌躇满志，人有这种志向以后，最好三代存了这志向，他不想要西洋人，他对西洋没兴趣。所以西洋传过的东西，我们都有。眼睛一看，到马甘尼，英国马甘尼带来了100箱的东西，西洋的材料、西洋的知识。当时小火车、马车、炮车、枪、船都有，他不要看，他只有看志敏中，尤其乾隆喜欢看从志敏中里面小人走出走进，一个时辰啊，请示安，皇上万岁，
你看，这个就是清廷的心态。所以和珅那个心态不是和珅影响皇帝，是皇帝影响和珅。所以和珅买了几个仓库的胡椒不用，所有的宝货摆在库里面，他有买了许多西洋东西，看都不看。皇上有，我有，这个心态影响到后来，所以难怪在鸦片战争以后，最反对和西洋人接触的是蒙古的倭人。他说：“我们满蒙大帝国天下第一，我们何求于人？”他是儒家哦，这就无可说了。所以这个大概其一直到清朝晚年，等到那湖湘的一派经世之士，曾国藩、这个左宗棠等等等等，开始办学校等等。一开始还是在学船坚炮利，要到李鸿章手上才知道后面还有一套制度在，但李鸿章没有实现，没有实现这个理想。倒是曾国藩实现了，在办了江南造船厂，这里头办了一个学校，教数学、教物理、教化学、教机械。这交通大学前身，然后要到京师大学堂出来，然后要到协和、燕京等等的教会出来，然后才有其他大学堂出来。所以中国革命不幸的是，革命志士们啊，真正懂得西方的凤毛麟角。孙中山革命成了前面的他的同伙，后面他的推崇，真正通达西洋知识，凤毛麟角。通达西洋而不通达中国的很多，像他的这个岳父家孔家，都是西洋上在美国上中小学、大学的。我举这个一个例子。国民革命一直到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政府，才发现中国有那么多的留学生没有真正用在该用的地方，而且那时候才开始上美国去留学的官费开始送留学生，庚款送学生送的很这规矩的，各省送去不一定规矩，选择很差。总而言之，这个是一个西洋对中国的影响，而西洋这个以后才有全盘中国人的反应，所以说我们要学西洋。有一个犯了大的错误，就是18世纪以后，西洋的欧洲为主的，都是一个所谓实证的、积极的科学，因此影响到他们现代的哲学。人生的哲学、政治都是实证的、积极的方面向。演化是向上进化，尤其到中国，那进化变成进步。这个天文上面转化到这个牛顿的宇宙是固定的、精准的，不会错的。国富论。资本主义，资本的创造的一个国家的财富是合一的，这个是唯一的途径，把社会是进步的，就像这个生物进化论一样，一步步往上走，从最原始走到最高层，这也是积极的。这些解释影响到政治学上。法国的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到了英国、Cromwell 等等的革命，民主、自由、平等，变成无可否定、积极的、正面的。议会政治、共和体制、
积极的正面的，通商的资本主义积极的正面的，这个积极的正面的就等于当年中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一个教廷之后，基督教转成天主教，这个唯一的积极的正面的理想。所以这种的独断或者专断这个思想，不管哪一派思想，到了后来都桎梏了我们。我们接受来的呢，从19世纪到20世纪，有20世纪从20年代一直到今天，绝大多数到外国留学的都一样认为西洋的文化是积极的正面的，我们必须要学习，要学习的像，检讨西洋文化的缺失。西洋人正在进行，科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第二波社会学家、考古人类学家，第三波历史学家。这个潮流我们不要忽略。我现在只要说一句话，现在我们大家追溯寻求不同的学科齐头并进，我也其中之一。我们要让大家理解，不管什么宇宙，大宇宙、小宇宙里面的颗粒，甚至不叫颗粒，分子，任何那个小的成分，它既是质也是能。它跟另外一个同样的东西是既是感受也是反应，感应论。谁用的名词啊？董仲舒。所以董仲舒是一个这个 metaphysics 形上学，没有科学根据，可他用这两个字用得很好，感应。宇宙之间 particle 是感应，所以也在感应。心跟心在感应，我们地球跟别人在感应，我们地球本身，我们自己两个人在感应，三个人在感应，人类跟森林在感应，人类跟动物在感应，宇宙的生物和宇宙的地理环境感应，水里边氢分子跟氧分在感应，无处不是，既有人又有接受的能力，也有放射的能力。这个是动态的趋衡，感应的要求什么？大家是追求一个新的平衡。你人一大堆坐在一个很不拥挤公车里边，刚开始拥挤的，车一动慢慢松了，大家的距离最合理的距离慢慢出现了。这是一个很粗浅的这个形容。我们是从中国的中古开始，我们在一直花的努力是重新解释儒家。本来可以有弹性儒家，愈解释愈到形式主义，要到王阳明才开始内部的心要做感应的主体。但是宫廷里边跟上层的知识分子都不会接受。要到明朝才中下层的知识分子，民间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跟朝廷之间的冲突永远存在，是向权威的挑战。从明朝到清朝，明朝从方孝孺起义牺牲了多少知识分子，他们特是提出多少学说，清朝也不如此。所以这知识界和政治权结构之间断了节，被对抗体，是中国思想内卷的最大的原因。肯想的人不许想，固定人不会想。固定什么呢？固定的那人是依靠权威、依靠专政来固定他的思想。石头和柔水差别在这里。
所以明清两代是中国治古思想最深的，明清两代皇权最强的，近代到现在我们还在摸索道路，还在摸索哪里的这道路最好。所以我盼望在我儿子一代可以完全看见我们自己替全世界找出一条弹性的、适应的、呼应的路线、感应的路线。个体跟全体是一样的，个体在全体里面，个体接受全体，个体回归全体，个体影响全体，全体包含个体，没有个体没有全体存在，所以全体是容受、忍受、接受，因为新的秩序是许多个体共同缔造的。我盼望中国人为全世界造出这么新的局面，来代替独审教下来的如此这么独断专决。我今天大概讲到这里，谢谢。